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小事情，就是我要把我写完的东西呢进行一个备份啊。你就发现呢，我每次讲东西呢，其实几乎不动这些绿色的文件啊，反正过2天也得动，但是反正今天不动。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哪里写东西呢？这个 src 里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右键新建一个文件夹，看好了，各位叫什么名呢？叫做备份啊。我把我每一次讲的东西啊，都给它存到这个备份里啊。你就比如说，来，脚手架先停掉，我把刚才写的这个复制放在这儿，给它命个名，来写上01啊，来一个下划线，这怎么说？叫做自己写一个啥呀 ？APP 组件，完事儿。接下来咱们再讲第2个内容，走了啊。咱们来开始写一个简单的小效果，你不能总拿个 app 点 view 你在这儿糊弄人，对吧？所以接下来呢，看好了，右键新建一个文件夹，写点有功能的组件，来一个 components，components 对吧？树枝啊，还有这些小叶子呀，都往这儿写，对吧 ？components，这个单词别写错了啊。来，右键新建一个文件，名字呢叫这个，我就叫 person 点 view。那大家猜，你说我可能要写啥？就是人相关的一些东西呗，是吧？person 点好。那来吧，各位，难道还要一点一点写 template 吗？就不用了。我这里边呢有一个代码片段，我就直接 V2 回车就完事儿了，这一套东西就都生成了。这个 V2 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自己配置了一些代码片段，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，那我一会儿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代码片段怎么配置。你发现我只要敲下 VUE 这3个字呢，会有3种代码片段供我使用啊。那我写的 VUE 2是啥意思呢？就是 VUE 2专属的代码片段。OK， 好。那在这儿别忘了这么一个东西，补上一个浪是啥 TS。好了，接下来呢还是写一个 div 啊，那在这儿呢还是给它一个 class 类名，写上一个呢 person。好了，那简单的来一个类选择器，还是跟刚才差不多的那些样式都拿过来，只不过我把一个东西换掉，就是这儿，变成一天蓝色。说老师这什么意思？一个 reference 就证明你这个红色的选择器被找到了一个匹配，也就是说这个里边是不是有这个 class person？ 如果你把这 class person 给它删掉，那这个时候它就告诉你0 reference， 对吧？就说白了，你这东西找到了几个匹配。好了，写完这些样式收起来，不看样式，直接写里边的东西来吧。那这块儿得写上组件的名字，是不是叫做 person 呢？好了，那开始吧，走。接下来呢，我想展示一些人的信息。那么大家回想一下 ，VUE 2里面我怎么配置数据？是不是得写 data？ 所以呢，咱暂时先别聊说 Vue 3怎么写东西，咱先看看 Vue 3里边能不能写 Vue 2的语法，其实是可以的。来，直接干啊，写一个 data， 走着 ，data 得是一个函数，这不做过多的解释了。各位说一下啊，所有关于 Vue 2的东西，我在这里面不做任何就是赘述的讲解。大家想想，你说老师录一个 Vue 3的东西，里边呢讲 Vue 2的，动不动就讲点，整个视频录下来 ，Vue 2又讲了4-5个小时，没什么意思。如果是 Vue 2里的东西，如果你不会，去看一下咱 B 站之前发的那个就可以了啊，那个依然可以看，因为 Vue 2它没有什么改变。OK， 好了，接下来在这儿写上数据 name， 比如说呢，就让他叫张三，年龄18岁啊，再给他一个电话吧啊，写上138啊，然后呢电话是1234，好吧，这就是张三的这些信息。我想给它呈现到页面上，我得怎么写啊？来，写点结构，写上姓名冒号插值语法，对吧？直接写名字，走，这是什么呢？年龄呗啊。那这个呢？看好电话啊，我不直接展示。说老师，那你怎么用呢？别着急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了，姓名展示了，年龄展示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写几个按钮 button 啊，叫做展示联系方式，或者叫做查看联系方式。好了，那我是不是给它绑一个事件呢？来 ，Vue 2里边怎么绑事件 ？add for click 啊，那比如说呢，叫做 show 什么呢 ？show tile 就是展示这个联系方式呗。为什么飘红啊？因为你没有这个方法。那怎么配置一下这个方法呀？简单，在这儿直接来 methods 就配置了呗，是吧？在这儿继续，那里边怎么展示 alert？ 好，考一下大家，我直接写 tile 行吗？不行，不可以的，得加个啥 this。如果你这儿说老师完了。懵了，有点晕了，你去扫一遍咱之前那 Vue 2，简单扫一遍，好吧？完事儿。说老师，那这时候页面就什么也没有，还是你好啊？为什么？同学简单说 ，APP 是那个花的根儿，这个 person 就是那花上长着的那些杈和叶。接下来你得让谁俩认识？你得让这根儿咋的？得生长出来这东西。所以你得回到 APP 里边进行第一件事儿 ，import 的引入什么呢 ？person from 哪里呢？当前目录下的 components 下的 person 点 view。好了，为什么飘红啊？飘红，你可能我这很快就过去了哈。有些同学呢一直持续飘红，为什么？他的意思是你没有用这个 person， 你只要用一下它就好了。那怎么用呢？简单，小逗号别忘了。GS 的对象里面多组 key value 之间要用什么？逗号。好了，在这直接来写个啥 components。来，接下来注册一下 person， 这是干什么呀？写好注释叫做注册组件。就简单说，根儿啊得跟这花它得认识。
哎，所以说得注册一下这组件。你注册完了，你在这儿马上你就可以去使用了，对吧？在这儿，哎，来一下 person 啊，当然这标签要结束啊，必须得结束一下，这是 person。好了，这个时候你回到页面上，你发现同学一目了然，这灰色的是谁 ？app， 这个是谁？这红色的这块，这是那 person， 对吧？所以说你能看到这么一个包裹的这种感觉。好，那么借助开发者工具来打开一下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对吧？这是啥 app？ 说老师，那里边怎么没有 person 呢？这工具呢，可能它加载的时候它卡掉了啊，你给它关掉，这块也关掉，然后呢，你重新打开你的浏览器，来直接打开浏览器。那刚才那个端口号是5173吧？是这个。好了，这时候右键检查，再来看，在这个 app 的下边是不是有一个 person 啊？前端这东西吧有一特点，如果你发现东西不对了，重启一下你的项目或者关掉浏览器，重新打开一下，这是 app， 这是谁 person？ 来，在这儿能看到什么？是不是所有跟数据相关的这些东西啊？说老师，那我这没有这个呢，怎么办呀？没有这工具是吗？哎，那如果有条件的同学，大家能明白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吧？有条件的同学，我现在就是有条件的老师。有条件是啥意思？你能打开这页面，过多咱不聊了啊，聊多了直播一会儿没了，对吧？哎，如果你能打开这页面，兄弟，你直接搜 vue 就完事儿了，你就直接可以安装了，对吧？哎，在这儿应该是在这里边找到更多，哎，就这个直接安装就完事儿了。你看我已经安装了，所以说这显示的是已添加。那没有的同学怎么办呀？啊，没关系，我一会儿通过这个资料的形式呢给大家，是吧？哎，那我简单说一下，我其实是从这儿下载的啊，叫做极简插件啊，有好多这种网站是吧？哎，插件搜索一下，打开，哎，这个里边就是，哎，任何的人都能打开这个了是吧？你在国内国外是吧都能打开了。你搜索一下这个 vue 出来了吧？啊，你就点它就可以了。好，点击推荐下载，然后呢放到你的桌面上，然后呢下载下来之后啊，它是个压缩包啊，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安装。我先把我的这个呢给它删除掉，我的在这儿啊移除，再见了，我这插件没了。你要做的是把这个压缩包呢进行一次解压，好，提取，解压完了之后呢，它里边有一东西，看这个后缀，各位给大家放大一下，叫 CRX， 这是浏览器的一个插件。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你的浏览器啊，回到这边，找到扩展程序，找到管理扩展程序，把开发者模式，哎，在这儿呢给大家放大一下，把开发者模式给它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你就拖动这个东西到你的浏览器里，松手。他问你是否安装，点击安装完事儿，这是离线的安装方式。当然，你可以点击这儿把它钉在这儿。好了，安装完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去用了。好了，那你可以停一下脚手架，重新再启动一下啊。来点击一下这个地址5173，右键检查，那你发现这个工具就出现在这里了。如果你那块没有这个工具啊，那你可以怎么办？你可以回到这儿，点击这个箭头往下找，它也能有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呢，它会弹窗说是否想更新，你就点一下更新就完事儿了，对吧？哎，或者像咱同学说的，用微软的 Edge 浏览器也可以，就是这个浏览器，大家知道吧 ？ED 啊，G1应该是这个 Edge 浏览器，用它也行。好了，完事儿啊，那我们就简单的写了一个person 这么一个组件，再加点功能吧。加个啥功能呢？比如说呢，这个人是不是有姓名和年龄啊？我写两个按钮 button， 第一个呢叫做修改名字。其实啊，跟各位讲啊，你要是熟悉我这个上课套路的同学，你就知道我每一个按钮都不是白写的。就我每一个数据都不是随便自由发挥的，一定后边必有回扣的点啊。所以说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哎，老师改名字挺无聊的，先写着是吧？哎，修改名字，这是什么呢？修改年龄。好了，那这两个是不是都得绑定点击时间啊？来一个 click， 那起个名字吧，啊，叫什么名？修改名字叫做 change name， 那修改年龄呢，就是 change age 呗。好了，这个和这个复制一下，回到这儿，他们两个都是方法。就都写在 methods 里，对吧？好了，走，这会儿别忘了小逗号给它补上，这会儿也别忘了小逗号补上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开始怎么修改名字呀 ？this 点 name， 来吧，改成啥呢？改成3，改成英文的啊。这会儿呢 this 点 age 来个加等于1，就是让它的名字呢，我一点它就自增长。好，这个时候刷新看一下效果，按钮离得有点近是吧？给大家简单调整一下，稍微加上一点点样式 button， 给每个按钮呢来一个 margin。上下是0，左右呢是10个像素，10个像素好像有点多是吧？是5个像素吧？好，来在这儿呢，冒号也丢。好了，完事儿，这时候看一下啊，就有点艰巨了是吧？来点击修改名字，你看它是不是改了？点击年龄，你一点，它是不是增长了？查看联系方式，它是不是也弹窗了？对吧？那熟悉的同学就知道，其实我写的这些东西，就这 data 啊，还有这个 methods， 其实我写的都是什么语法？这都是 Vue 2的语法。所以这12分钟就是跟大家证明了一件事儿：Vue 3能不能写 Vue 2的语法？能。好了，完事儿，这一小节停。